好，来看看今天我郎是给大伙带来《三国战记2》啊，100版本，也就是初版，不是100，不是103，也不是106，是100版。这个里面呢，跟大伙讲啊，操作者呢是关云长，目前呢速通记录、摊分记录，还有这个挑战啊，都是他来保持的啊。这呢选的是什么呢？是传说中的这个张飞本武6王啊挑战。这个说白了呢，对于很多职业的高手来说啊，难度呢并不是特别高。这种啊玩法呢，其实就是考验人的基本能力了，就跟咱们很多晋一样。当然，这个版本你们说如果要是进血或者打无伤啊，也有方法啊，也有方法。但这个版本很少有人愿意玩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小的时候我们认为，要不然玩《三国战记》普通的1版，要不然玩2代。2代呢有很多武器，对吧？2代的那个气儿呢也是通过正常去攒，然后正常去放的。也不知道为什么啊，就是他这个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，哎，就觉得很怪啊，很怪异。放必杀呢还得可以用宝去放，还有各种等级，还有士气值，不会玩啊，就是不会玩。后来2P 就是2 Plus 给改成了像1代的那个《三国战记》的那个玩法的感觉了。所以说呢，就是大伙玩的多的还是2P 啊。2代的话，我觉得剧情是特别饱满。上来先是一首樊城夺梁，一上来这个音也非常好听。你比如说1代里面一上来是什么呢？赤壁的熊熊烈火粉碎了曹操霸业，魏蜀三国争霸从此揭开序幕。对吧？这是这个。但是你《三国战记2》呢，就感觉它更那个有深度。东汉末年，建安13年，各方豪杰征战四起。战国乱世之中，谁能掌控一切，成为统领千军、万将臣服的真正英雄？然后后面还有回音啊，但是我不会发。哎，滚滚长江东逝水，那个太他妈，对吧？啊，滚滚长江东逝水呀，东逝水。那个都是那是恐怖游轮，那是啊，那个恐怖游轮没法说啊，那个啊，好。这里面三国的话，其实上来你看啊，樊城夺梁，这个就是从这个曹老板去打刘备开始。刘备呢，对吧？这个驻扎在新野，这个曹老板说：“来啊，是吧？我先那个什么，我先让你3整，对吧？”想当年曹操跟刘备还是有一段蜜月期的，对吧？哎，曹操跟刘备说，吕布那个小人反复无常，没事贤弟啊，我帮你打他啊，我替你报仇啊。今天摆庆功宴啊，不，今天摆接风宴啊，对吧？为这个玄德公啊压惊喜神啊。曹操其实挺喜欢刘备的，真的兄弟们啊。所以说识英雄重英雄。好的，来看看这一个要秒了吗？追猎血杀，煮酒论英雄，论的是啥？必须要半血啊，兄弟们，他必须要半血才能过这个任务啊，这没办法。你要打6王，那肯定是要，对吧？要把这个整好，要不然那个就过不了6王啊。这个曹操确实欣赏刘备，只不过吧，说吕布反复无常，我想说他妈的刘备不反复无常，你曹操不反复无常啊？对吧？都是一样啊，所以说都是出师有名，大家伙都看不惯董卓，所以说你背叛董卓也就背叛了啊。那很多人说，那我本身就是啊董贼。这个曹操把那个马腾轰骗过来，给马腾整死了，来的啊！我吃的是什么？我吃的就是那个 U 型啊 ，U 型的啊。这是我一个兄弟的前女友推荐我的，那给我带了几个，我觉得特别好吃，然后我就自己买的啊。刚才我也跟大伙儿说了，
对吧？这个说这个谁呀、说这个叫什么来着？那个张松身高不足4尺啊，身高不足4尺，我操，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张松大概是1.1米几，兄弟们啊，就一个个子不到1.2米的人，他是正常人类当中这个最矮的人，就在《三国志》里面记载。但《三国志》里面还有记载，有那个矮人族啊，有小人国，有个地方啊，这个地方呢，大概是这个人呢，大概都是40厘米吧，啊，就是大概是多少呢？就是40厘米，比我狼那个地方啊，大就也就长10厘米，大伙儿能懂吧？啊，好，这一个神龙摆尾啊，真疼，直接秒掉了所有的这个小兵啊。我吃这个不为了那个什么，不为了那个好不好吃，我吃这个鸡胸肉主要就是为了减脂嘛啊。《三国战记2》其实我觉得真挺好，画面呢其实也是比较写实风格的那种感觉，比1啊要好很多。但是呢，很多人就是喜欢1，就是就跟拳皇似的，很多人不喜欢拳皇的其他版本，就喜欢97，就是所以说有的游戏啊生不逢时，真的啊，有的游戏就是生不逢时的啊。好，选择走上面，一般都是走上面啊。好，哎呦我这个豹子，直接把豹子可以一个狂风式把豹子打出去，大概有个5、6对吧？大概有个15、16米远，对不对？三国3确实差很多，这个西游2就更不用说了。西游2主要到现在啊，还是 IGS 公司还没有说你必须让你模拟出来，你可以投放，没有这么说的啊。电视剧老版的好看，其实也不能这么说吧啊。你比如说啊，譬如这个《水浒传》，对吧？《水浒传》的话，其实很早就有版本，后来呢，咱们都喜欢看那个噔噔噔噔噔，啊，那个版本，对吧？都喜欢看这个版本了，对不对？那你不能说，对吧？你不能说它早或者晚，最早有山东版啊，这个版本。西游记的话呢，你总不至于说我要看日本版啊，日本版西游记，我操，那个太狠了那个啊！那日本版西游记唐僧就是个女的，我操！然后你看那个三国的话，那当然啊，那央视版三国确实是，其实我认为啊，就是要论经典的话啊，对于咱们小朋友从小长到大的，那我认为西游记啊，那肯定是回播之王。那老少咸宜，对不对？但是我认为啊，拍的好，老三国啊，真的是我认为有 YYDS 啊，老三国 YYDS， 人花的钱人也花的多。就比如说他那个赤壁之战吧，只有一条过啊，赤壁之战，那就是赤裸裸的在烧钱。然后你再看那个什么，我再看那个刘备结婚，诸葛亮并天，这大场面啊，对吧？那是开玩笑呢，那是啊。我说的是正经《西游记》吗？那怎么了？那人家那日本人，你真别说，那日本人拍《西游记》，你看咱那个86版《西游记》，他都没有那个什么，没有乌巢禅师啊，很多人都不认识啊，不知道是啥。你那日本版他还有乌巢禅师呢，我跟你讲啊。偷苞米让人被抓了，后来还是曹操。啊，刘关张去偷人苞米，对吧？在片场饿了偷人苞米，结果被人农民抓着了，农民不让人走，是曹老板啊，就曹老板呢，带着这个，对吧？带着这个
对吧？去赎人，真的赖啊！好一个扑地，我这个伤害很高啊。咱这里先不说这个丈八蛇矛的事儿啊，确实是本武本身也没有什么，因为这个版本咱们可以拿方天画戟，可以拿这个丈八蛇矛，对吧？丈八蛇矛2级武器嘛，直接把1级撇了就可以。但是呢，咱们本武就是说不能拿武器，对吧？你什么武器都不能要，然后打华容道6王，这是正常的玩法啊。好，一个度，山下一群鹅，须一声管乐河。他那是什么口音？兄弟们，听一下啊！恶虎扑妖，这是喂，这老头，我他妈，老头死老惨了啊！唐僧的吻还能疗伤。那小的时候，我记得有一个动画片啊，有个《西游记》的版本，什么唐僧骑摩托车什么的，那个大伙儿有印象吧？还有一个版本是什么呢？还有一个版本是，就是说什么唐僧、孙悟空、什么猪八戒和沙僧，说什么他们4个人取完经之后，然后那个给自己的那个去那个女儿国那个地方喝了水，然后生了一堆孩子。对吧？老沙生的是一个女儿，对吧？老沙生了个女儿，太烂了啊！三国武将卡那时候真收集不起了，那水浒英雄卡收集就不容易了啊！三国武将卡太狠了啊！好，这有铁莲花，广播不对。日版是不是抹黑？没有，这个就包括像那个《三国志》啊，就日本版那个人叫什么雅致是吧？我也忘了叫啥了。他写的日本版的《三国志》，对吧？你像他那里面都没有马超，那你说他不是黑，他是真喜欢这个作品，他才会改编。但是改编不是乱编，是吧？啊，对吧？对吧？什么叫国际巨星啊？对吧？啊，你这个它改编，它不是乱编啊，细说它不是胡说啊，对不对？该吃的铁莲花是真管用啊，小毒气筒、铁莲花、肉粽串啊，它这名起的确实牛逼啊，肉粽串，那个时候就有肉串了啊，万物皆可烧烤，对不对？哈哈的干啊！其实我觉得张飞是上手是真爽啊，这个人物。恶虎不要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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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。好，打开。进屋吧。操作者是关云长啊，关云长操作3D 肉蒲团啊，3D 肉蒲团。你看这里面这个胖子被射的老惨了，这个胖子真的就应该拿那个 out 啊去挖地，没准能挖出那个，对吧？挖出那个法神项链什么的，能晓得吧？啊，噔噔噔噔噔，好，一组。其实这些小兵排的阵法还是挺猛的，不要小看这些小兵的阵法啊。啊，只要领头那个人死了就全跑啊，就是领头死啊。再说，当初挖鹅能挖出挖洞区也能挖出来，确实是真的，但是几率太少啊。哎，没打着，你看这个伤害还是蛮高的啊，单 A 一个多。孟获，托马斯，哎，俩人在连一个前跑，这张合战绩啊，这张合不要小看啊。
按理说是张飞克张合，但是你2个人打有点过分了。好的，直接一个地雷阵。如果在桥上阵是吧？你大家伙都有印象，说在桥上阵直接能阵出一个丈八蛇矛出来啊！好，1、2、3、4，一跨过来，下蹲 A， 一个扑，好，再扑下蹲 A， 啊！这托马斯真过瘾，1、2、3、4，这一扑 EA， 狂风式刚才应该啊，他直接就给秒掉了，正常。他现在在等，如果打得快的话，就可能会招降，所以说一定要慢一点啊。哎，你看，哎，后会有期，要打6王啊，你就不能招降，招降就不行了啊。当时搞狗书，我狗书别人给的。当当当当当当当。好，敌将挑战，任务挑战。张飞长得帅啊，张飞长得有点像老康，哎。招降要走 B 线路是吗？啊，so this guy。为啥不拿丈八？因为咱们的挑战是本武挑战，就是不用那个2级武器，甚至不用方天画戟。好，刚 CD 啊。1、2、3、4，狂风式，哎，一个扑，高远，这个有的时候这个音频会突然加速啊，这狂风式他妈的来的啊，这个，对呀、刚 CD 啊，防御反击不就刚 CD 吗？啊，好，这是蜀国的战船，看不看见？细节拉满了啊，蜀国的那个战船。一会儿你选，肯定选 A 路线是吧？啊，追击曹军，以立战功，然后靠船过来，直接走，然后就换成魏了，是吧？按理说还不是魏啊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应该写，哎，我就想说，这时候为什么要写魏？很多人说是因为那个，对吧？曹操是魏公。对吧？魏公啊是魏王，所以写的魏，但是又不对呀。那你赤壁之战的时候，曹操是曹丞相啊，他是丞相，他没有称魏公，也没有称魏王，他为什么要写魏呢？哎，你这个事就很难受了，是吧？啊，你像那个吴就牛逼，吴的话是人家就是吴侯，对不对？人家就是吴侯。很多人说那曹操是啥侯啊？你先别管他啥，他是丞相。你说你上面写个曹行。对吧？你写个曹行，你写汉，按理说呢，那也不对，因为大家伙都是汉啊，大家伙都是汉。他这个就是说白了，就是为了让大家伙有一个心理上的这么一个区分开来，所以他写个魏。那你要照这个说法，那你魏延怎么说？对吧？这边那个曹操整个魏，对吧？曹丕整个魏，曹睿的。这边魏延带着兵也是魏，这俩人一看，我操，这不自己人吗？啊，这太狠了，这个啊！那写蜀对吗？写蜀那更不对呀，那写蜀那就更不对呀啊！这个事儿我都说过100多遍了，你写蜀，大哥，首先啊，他妈的，他现在赤壁之战他还没拿下荆州呢，他对吧？他荆州都没拿下来呢，他哪有蜀这个事儿啊？第二呢，他也不能自称为蜀啊，对吧？对吧？这个时候都是汉，他写蜀也不对啊。你确实是啊，兄弟们啊，你确实是写不了。你说你写蜀，本身就从头到尾就没有蜀，是吧？都是汉。然后呢，空中落下来。除了这事之外呢，还有啥呢？还有就是，
你刘备现在你说难听点儿，你赤壁之战你现在来的，你还在江夏呢，兄弟啊，对吧？你现在人在江夏啊，对吧？噔噔噔，噔噔噔噔，噔噔噔噔，噔噔噔噔。其实这个游戏也是有等级的啊，兄弟们，它也有等级的。你看那个血量也是会加，等级会是有，我记得是有啊。那个二 P 是有，但是呢你没有印象。好，牛筋，这个牛筋面啊，牛蹄筋拌的可好吃了啊，对吧？你羊拌牛蹄筋怎么办？先给它切好，对吧？煮熟了之后呢，对吧？这个切好之后呢，再拿一手啥？再拿一手这个麻辣油啊，酱油、盐，然后洋葱、小米辣椒，哎，那么对吧？就这么一拌，老劲儿了啊！牛筋就是很多日本的这个啊，很多日本的这个是这个玩家，他就认为啊，《三国演义》里面这个牛筋厉害啊，这牛筋一个人打这个周瑜一球的人啊，一个人打周瑜一球的人就能干。好，直接追地，感觉他这个恶虎扑腰啊非常狠。这个张飞是燕人张飞，他应该是河北口音。河北口音，那有保定口音，有石家庄口音。那石家庄赵子龙应该不是他是哪儿的呀？咱就不说哪儿的，反正是北方方言。那他不可能说河南话。那他这个恶虎扑腰到底是哪个口音？给我翻译翻译啊！牛筋是副将，是的，他是曹仁的副将。但是我想说一句话，曹仁是什么概念？哎，曹操最信任的将军之一啊，是吧？这曹仁号称是曹操的干儿子了，相当于啊，就属于是啊，就是不知道大伙懂不懂我说的啊？但是这个曹仁地位很高，相当高。但这个曹仁怎么说啊？这个曹仁，对吧？你说他手底的副将那心腹800那个牛筋占1万周瑜，生干啊！好，直接各种晕啊！好，这不后娃 Kinsa 吗？这不是你这不属于是啊，这就是后娃 Kinsa 啊！感觉张飞跟特瑞有一段纯真而又美丽的网恋。我跟你讲，铁莲花伤害高，当然了，你把他打晕了之后，他起身不就固定在那儿了吗？这时候呢，你往他中间，就是往他脚底下放一个，他6个刺儿啊，6个刺儿一起炸，那当然伤害高了，对不对？好，一会儿有一个黑马，那个黑马可以那个什么啊，可以打补，打出挺多补来。咦，好，来，准备好。哎，黑马呢？啊，烫，好，烫，直接烫死。哎，我记得有个黑马啊，兄弟们啊，来，1、2、3，好的。哎，费了那么多血，照样能补回来啊。哪有刚才那个黑马呀？黑马全是补给啊，有身上很多补给，打完之后可以那个什么啊，可以直接给打出来很多补。哎，这黑马回来了，说你刚才抢我包子，秦王宝甲。这个地图怎么没见过？我操，这是《三国战记2》原始版最早的最专业的版本啊！（括弧啊）理论来讲，玩的最多的应该是106版本，但是100版本的也一样啊。黑马过林，操！
冲天炮，是吧？无敌必胜手。黑马过林那个太狠了，哈哈哈。黑马过林，灵犀一指，借花献佛，是吧？这个千王之王之重出江湖，龙四啊，龙四什么董其善，哎，什么长坤啊？双星龙几点开始？已经开始了，但是我不会播啊。无敌必胜手，最狠的还是千门幻术啊！千门幻术后来连听觉都能那个啥，你说这无敌了，真是啊！进屋吧，睡觉了。你这个点就睡觉啊？10点啊？10点就睡觉啊？好，这个小香啊，这个小香解毒用，一个踩，我操，这直接，他这个阵地啊，这一下感觉真过瘾，全屏杀，只要你在地上就会被震死。你说张飞对吧？张飞震的那一下的时候，我如果就原地一跳，是不是就没事了？对吧？我操，这个白熊直接就被空中一顿神打啊！好，石头，咣！那个胖子差点被砸死，看没看见？胖子说：“吓我一跳啊！”我想知道，这不就是牛肉丸吗？这不爆浆撒尿牛丸吗？这不是，是吧？呼扑央！哎，我这还得追赶呢啊！这个球碰那个球一下，还能给那个球加速，你看。没敌了，这是啊！你说这个大胖子拿个镐头，这是啥兵呢？他是专门是农业的吧？以战养战了，属于是啊。好，再顶有大人参啊，威灵仙，都喜欢叫威灵仙，不喜欢叫都喜欢叫大人参，不喜欢叫威灵仙。威灵仙到底是什么东西，兄弟们？就是谁给我翻译翻译啊？威灵仙是不是也就是人参呢？还是另外的一种那个药材啊？对不对？攻城兵啊，莫非是传说中的那个摸金校尉发丘将军是吧？啊，摸金校尉摸到了之后，有请发丘将军啊。然后这个发丘将军带一帮拿镐头的。直接就是挖坟掘墓了，属于是啊！一个扑，再来，王风志跑了啊！华容道本武六王，屌的要死！主要是这个发丘将军这个名字挺狠啊！想想现在曹操墓都出来了，你说现在谁的墓最值钱，兄弟们？你们觉得谁的墓是最值钱的？秦始皇不敢打，现在的技术不敢打开。好，这是华容道六王的前2个王，双夏侯，对吧？双夏侯啊。翻天斩。你说如果我们如果要是找到秦始皇的墓啊，那不是找是找到了。如果要是非常安全的打开这个秦始皇的墓啊，然后呢，咱们对吧，把这个里面的东西拿出来，那肯定有太多的好东西了啊，那真的是没敌了啊。好，一趟铺地。狂风势，哎，你看他狂风势那个毛啊，那个蛇毛都会弯曲，
这是个软毛。好，这是徐晃加张和，哎，好，双晕啊，他这个晕会连着晕，兄弟们。很多人说为什么会连着晕啊？因为他这时候100版本的特性，烟雾弹打晕完之后，然后呢起身压制，你用道具撇，他还是会晕。北向风贝贝，哎呦我去，这一下。秦始皇墓最好别开，你别闹了。就跟你们这么说一句吧啊，就这个世界上啊，哪历朝历代哪个王朝他不敬天敬地，建造房子的时候，建造墓地的时候不考虑所谓的风水，每天不拜这个神拜那个神，每天不这不那个，到最后不都是他妈炼丹，到最后这个不都是灭亡，这不都是亡了，大清亡了，对吧？要死啊！我操！好，人参。一切都是虚妄之说啊，都是死了老惨了，死的最惨的皇帝吗？谈不上皇帝啊，死的最惨的国王，对吧？一个那个叫进景宫还是进什么宫，掉粪坑里面淹死了。就你想想这个死法啊，这死法是真尼玛，就是我每次就是你说你在粪坑里淹死这个事儿，我是真尼玛服了，我操，这得多惨这点啊！真事儿的啊，老八狂喜啊！好，程昱，先烧一下啊，先烧一下，一个雷，哎，先烧完再说。很多人说张和字什么？我记得张和好像是字俊逸，好像是俊逸啊。清朝文不文物是咱先不说啊，反正是把那个光绪皇帝的墓挖出来，这个光绪皇帝的那个头发里面检查出来了有砒霜的成分啊，说明呢他肯定是被毒死的啊。这就是有很多这个历史的迷雾和疑团，可以通过现代的某些科学手段去证明啊，你对吧？你可以去证伪的，对吧？你证伪的话，那对吧？这个就可以搞清楚了啊。张和字爷爷，我操！好，我操，这曹操会瞬间转移大法啊！现在这些所谓的这个墓那个墓啊，其实我想就是很多人嘛，都是想生，哎，对吧？生要对吧？保留自己的财富，死了也要保留自己的财富。对吧？好多人还要说什么呢？给自己建造什么墓穴呢？建造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属于水，这个叫什么海墓穴啊？就是属于什么呢？就是把这个墓穴里面全是水，大家伙都知道啊，对吧？啊，对吧？要不就对吧？要么就是说那个干了能管多少年，湿了能管多少年啊？不干不湿只半年啊，对吧？所以说有那个海墓穴。这个墓穴里面全是水，用来达到这个保鲜啊，对吧？这个起到这个作用啊。说相信有一天人类能够这个人能复活，哎，也是佛了啊。曹魏第一武将是谁啊？张辽啊，咱还用说吗？啊，咱就是说看这个一个人他的综合比对的话，我认为就张辽了，太他妈屌了啊！这个人，他凭借一己之力把孙权打得脑瓜嗡嗡的。孙权这辈子没打过合肥，服了啊！好，一个扣2点后黑，这招他学诸葛亮的那个后前手啊，就第一代里的，对不对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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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都觉得冰冻的，现在哪有冰冻的不行？现在技术不成熟，很多人说有，这都是还是有点假说啊。很多人说是有没有？没有，现在真没有。很多人说有，我那电影里也好，还是什么科学家，他现在呢，你没有办法这个保持他所谓的那个就是最完美的那种，就是你冰冻的话，它真的是对吧？是体态特征完全渐冻啊，完全那个冰冻的，那没有的啊。首先呢，就比如说包括这个比如说人的血管和这个对吧，微血管和淋巴的问题，对吧？你没办法冻的啊。但是呢，以后有没有方法咱不知道，对不对？这都有方法啊。有的时候都是一些设想。很多人看电影，看那些外星飞船啊，人类啊上外星什么的，可以在太空当中模拟重力。事实上，这个现在也很难实现，很难实现真正的模拟重力啊，兄弟们，太难实现了。不是说这个很多人说啊，在真空状态之下我怎么样，这个真的很难啊，真的很难。好，王风志，好，再撩。现在癌症也有治愈的方法，但是呢，这个方法目前还是在实验阶段。就是说，它也是提出一个设想啊，这个设想呢，在科学上认证的是可行的，但是呢。也是要慢慢的，对吧？找各种各样的方法，越来越安全。就比如说，你看刚开始炒菜，你知道放盐一定会好，对吧？不放盐没有味儿，放盐好吃。但是突然发现，如果再放点辣椒啊，再放点啥，有可能会更好一些，对吧？这个是这个意思，就是你可以用某种手段来清除自己身体里的癌细胞的啊。但是这种方式呢，就比较难啊，就是说，而且目前来讲还是有危险的啊。对，就那种靶向药，就是那个倒是，你说贵吧，对吧？100-200万，好像据说是啊，也不贵，但是呢，他也不敢保证你100%成功啊，对不对？而且会很危险，不是谣言。你看那个叫柳叶刀，柳叶刀上啊，就是这个是还是比较权威的。我跟大伙讲啊，很多人认为说什么科学，小狼说，你比如说小狼，我问一下那个。那有的科学已经被证伪了，对吧？已经证实这个不是错的啊，它是错的。比如说牛顿也会犯错啊，爱因斯坦也犯过错，对吧？包括当年那些科学的先驱啊，对吧？认为是，对吧？认为你比如说认为是，比如说地心说，有人说地心说，有人说是日心说啊，对吧？所有的人都是围绕着太阳转的。后来发现啊，都知道原来是有银河系，然后后来发现银河系外面还有，对吧？可观测宇宙啊，对吧？那都是不断的在修缮，它可以证伪。所以说，有的时候科学呢，它不是说它现在是你可能你觉得是正确的，未来不一定是正确的，但它还是科学，它不是伪科学啊。都大伙能理解我说的吧？啊，这个意思啊。所以说现在很多人说啊，那个你比如说柳叶刀上也有很多事儿，他说的是咱没法证明他是对的错的，但是慢慢来讲是吧？就是这个意思啊。好，这些震死，这个太好看了。那左慈那个，那个左慈他他妈脑上贴个符，那谁看不见呢？对不对？那谁看不见呢？服了啊！柳叶刀是什么？柳叶刀就是一个，你百度搜一下啊，你百度搜一下。你听柳叶刀听起来感觉有点像咱们那个什么，那个这个咱们中国一个传统的一个兵器，刀枪剑戟斧钺钩叉。当中的刀啊，而且柳叶刀有柳叶双刀。你看那个电影啊，那个电影呢是刘家辉主演的，那个电影叫什么？叫少林36房。其中呢，那个住持啊，那个副住持啊，他呢就是使一手柳叶双刀啊，这柳叶刀确实过不了。那我nha呀肯定是啊，正常我nha呀的时候，按理说应该有礼物啊，兄弟们啊，对不对啊？绿布，这是真是绿布啊！你看这是蓝绿的啊。哎呦哇，这一下你看冰冻，它还持续的掉血呢，对不对？
好，召唤老虎。这吕布，吕布招白虎，白虎堂。那吕布是白虎吗，兄弟们？对吧？这个青龙白虎，朱雀玄武。说关羽是青龙，赵云是朱雀，赵云是朱雀。吕布按照他这个说法呢，吕布呢，按理说吕布抱朱雀神器啊，他为什么是白虎呢？那你管他是啥？那赵云的话呢，就是朱雀了，子龙出血，子龙朱雀啊。那你看啊，那谁是玄武呢，兄弟们？玄武是谁啊？如果是按照咱们这么定位啊，对吧？玄武代表北方，北方属水，东方属木啊，东方属木啊，东方就是青龙，对吧？南方属火，就是朱雀，西方属金，就是白虎。那中间又是土啊，中间是土，那就是对吧？那就是这个意思啊。玄武是张飞，好，玄武是瓦郎，瓦郎，我操，这个刀，你看这是大片刀啊，这肯定是看那个电影是啥来着？坛子怪，那个电影叫《奇门遁甲》。非常不错的电影，那个电影啊，就刚开始就觉得挺惨的，后来发现啊，假死，老太太假死很厉害啊。那说是老太太，其实是男的扮演的，对不对？好，勾引，大哥，我还勾引呢，都没赶紧吃吧，还勾引呢，没完了啊！这个版本的三国可以练宝的了。什么叫练宝？一会儿就会出现小的们看招，就是哎，我这刚 CD 啊，你看它有这个硬汉啊。这个必杀，好，再来。走吧，哼，我，你呀，太狠了啊！好，这个左慈可能会打的比较矮，在他矮的时候打他啊。你看他已经矮了，看不见，个子比人矮，愿意给人当二奶。好，很危险啊，不好打啊，兄弟们。一个踩，先把坛子怪踩死。好，感谢我们的皇后大道中往东是皇后赠送我狼的一手大金卡。张飞在王者里是辅助，怎么理解？他就是没法的，辅助太少了。张飞辅助多实惠啊！一手大招。对吧？一本加了好多护盾加血，躲得要死。哎呦我操！哇！进屋吧。老姑父那是比我呀啊！为什么没有保时期？鸡胸肉啊，鸡胸肉。风云开没开打不知道，开打了我也不想说。风云是真
你觉得风云有意思吗，兄弟们？其实该播也还好，但是吧，确实挺那啥的。好，一个毒，用毒来追力啊！哎，但是没晕，看没看见？对啊，他没有丈八蛇矛，他是本武啊，所以说就比较难受啊。这个，哎呦我去，各种追力，这牛很厉害啊，兄弟们！这游戏真没有大家伙想象中那么简单的，真的啊！我也是粉丝的，那肯定啊！好，感谢我们的2021年6月6日赠送我狼的一手大金卡。好，一手必杀，直接捅死。好，我们看看接下来啊，打死沙摩柯还要走出山洞，啊，这个设定很狠啊，很凶。然后一会儿呢，那个还得要打这个大象，这样。这个版本啊，还是剧情蛮长的，它是比较完整版。你玩《三国战记2P》，它少一关，就跟你玩那个，你玩《风云再起》，比如说你玩那个《三国战记之风云再起》啊，就第1代的《风云再起》，它就少一关。虽然说它都加了很多内容，但是还是少一关。就无论你选哪个路线，一定要少一关的。之前在 UC 听我逼逼1年多了，我就是还是讲故事啊，有时候愿意跟大家伙讲一些有的没的。我吃的鸡胸肉。好，蓄力。我记得拿麒麟臂去烧那个大象啊，也挺爽的。哎呦，这一个踩真过瘾！你看，好，梦幽，大象啊，一个毒，好，就是哎，谁让你体型大的，无限晕啊，6，再一个毒，最后一个，麒麟臂，打血不多啊，没士气不行啊！哎呦，这俩人撇的，一个踩掉下来了。这要不然大象不好打啊，真不好打。有的时候你看这小道具是真厉害啊！我也是为了我狼来的斗鱼，你这是小狼 OVA， 哎，我想问一下这个小狼 OVA， 这个 OVA 啊，大伙儿知道什么意思？但是那个小狼，你是为了我起这个名，还是你只是起上了啊？就跟我这个我狼没关系。OVA 应该就属于那种就是独立发售的那种番剧的那种，是吧？就它不是那个正儿八经的那个番剧的正剧里，它是属于那个这应该叫特别版是吧？啊，好，5级必杀蓄力大蛇替，好，直接走庞基侧城啊，这才是真正的最后一关，因为你把曹操灭了。然后呢，应该再打谁呀？打这个谁了？这个那个孙权啊。咦，这里面其实还是你想打那个，我记得他们有那个白兔密室啊，白兔密室拿那个威灵仙去换兔子，换兔子完之后呢，是有3把可以打出3把那个方天画戟。3把方天画戟什么概念？就是你赵云、关羽、张飞人手1把，一人拿一个。
谁也不亏。A 是那个白兔密室是吧？这个应该属于下水道密室啊。下水道密室跟白兔好像不太一样啊，就是为小狼取的这个名字，太狠了啊！以前不会刷分，分数不够是吧？啊。好。走，走四方，路迢迢，水长长，迷迷茫茫，一村又一庄。卑微小郎君跟我没说就是喜欢看网狼解说的，一般都对吧？顶片就是看一看黄片，但是就对吧？我看过黄片，但是没演过，对吧？都是我，对吧？我是看过黄片，但是我没演过呀，啊。好，这下水道的美人蛇，你这是什么玩意儿？这是啊！12年的时候是做直播的第一年，14年才做的斗鱼直播。我12年的时候是 YY 啊，在 YY 上直播啊，两码事儿啊。你看，狂风剑，他那个狂风是加速了，然后就狂风剑。噔噔噔噔！我操，这哥们儿给水里面能踢出个石头子儿出来，也确实不容易的啊。好，下蹲，看那个啊，中间那个铁栏杆还弯了，上升，进屋吧。好，大鸡腿，士气的令。我想吃个人参啊！哎呀，真他妈欺负老实人啊！好，捡起来。血杀，等一会儿时间快到了，然后马上，哎，他不是正常的话，他可以等时间到，帮一个玄武，咔一手箱子啊，虎逼来也，续，他撞这个东西能撞出下水道来，撞出水出来啊，然后这个下水道里面还能有那个流星锤出来，我也是服了啊，咋想的呢？真的是。那时候上大学，我只看过你的视频，一直看到现在，那必须的呀。那这么多年，早就跟我狼融为一体了。听我狼一说话就知道啊。我觉得最狠的是，你们可能不相信啊，我去天津，就跟这个我们大钊哥去在天津，然后去一个温泉，哎，当然是人造温泉啊。我们去温泉就是当去玩嘛，去旅游，去温泉。然后呢，我就搁那跟人说话啊，我跟那个服务员说话。我就正常说话，然后就有人回头就问我，哎，你是不是小狼？我说发生什么事了？啊，我说发生什么事了？他说啊，他说我听声音就是你，我绝对能认出来，绝对是你，就是这个声音没有别人，就是你。屌的要死！好，赶紧吃补啊！你这烟雾弹那必须得用，没有的是不行的。1、2、3，好的，一撩。这我是真事儿啊！还有一天，我是在牡丹江，我在牡丹江呢，在那个新玛特，我就搁那就是陪着那个家里人买东西，然后就是，哎，你是不是小狼？我说啊，哎，可算我这还真能碰见你啊！啊，太认准了，直接咔来给我，帮我合张影呗啊！来跟我狼合个影啥的。这个啊，太有辨识度了。好，你说你是不是买票的时候蔫样了没有？买票的时候，服务员说：“那个，哎，你买不买票？”我就想说你二呀，然后我当时我就脑一抽，我说蔫样，然后对吧？好，看黄盖真狠啊，把两边对吧都关门了，然后这边放火一收，然后还放上雷电，就告诉你就是他妈的咱俩就死斗啊，咱俩就是往死的干。
一个族，这是没有丈八蛇矛，这个攻击力确实低啊，兄弟们，攻击力不行。下蹲 A 起手啊，1、2、3、4，狂风式。这黄盖手里拿那个武器，不就是一个烧火棍吗？啥也不是啊。好，来看看，直接一手。一会儿最终 BOSS 是孙权，孙权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手铁，他那手是真牛逼啊！按照我的理解，现实中的孙权要这么厉害，那张辽能打得过他？真的啊！我操，这有一只大口猪，仨口一头猪，是吧？孙权的皇宫真豪华。严格意义上来讲，孙权到最后的时候，他才称王啊，然后才称的帝。最开始孙权一直都是吴侯，后来曹丕是吧？后来刘备要打他，这个孙权难受了，对吧？孙权说那个投降曹丕了，曹丕说那行，那我封你为吴王吧。你真的是异姓王啊，大魏朝的吴王，那大魏吴王嘛。但后来呢，又闹掰了之后呢，孙权又开始称的帝。孙权称帝称的特别晚，恨我 Kinsa KO。江东父老，你他妈那5管血，我真是一个族。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，1、2、3，狂风式，我靠！他这个叫啥？霸王什么？霸王游中，霸王头中。我操，你狂！刚想狂，这 BOSS 挺狠啊！你看这一顿后啊 ，Kinsa 霸王，最狠的是江东父老啊，一次定江山啊！他手里拿的应该是槊，对吧？就是那个刀枪剑戟斧钺钩叉，烧饼馒头包子麻花那个。躺棍槊棒鞭锏锤抓，我操！这一次定江山可以连招了，是狠！一个族，哎，这 BOSS 太赖了，这 BOSS。我感觉主要这个 BOSS 难就难在有BOSS 配合，这 BOSS 太狗了啊！好，下蹲 A， 准备好一个族。这白象方便面是狠啊！一个族，哎，还会防1、2、3、4。啊，直接一个地雷阵啊，这震死！这样的话呢，就是本武这个华容道6王啊，也没有降将啊，你不用想了，对吧？也没有降将的路子了，最终还剩3个大萝卜威灵仙，还是可以啊。其实这个技术很实惠了，而且有数次都快死了，但是事实上呢，它可以用非常正常的方式，比如说道具什么的来起手。最后呢，也是感谢大伙的收听，如果大家会喜欢我狼解说，可以点击屏幕上的关注和订阅来支持我狼，我们就下期再见吧。